設計師曾發下毒誓，絕不為對地攻擊浪費1磅重量，只為打造最純粹的空戰獵手。然而今天，這架曾經旨在奪取制空權的王者，竟背叛初衷，變為掛載近14噸彈藥、火力超越2戰重型轟炸機的超級炸彈卡車。從空中獵手到對地屠夫，F-15究竟是如何通過打破自己的設計信條，成了2025年美軍對抗隱身短板的唯一杀手鐧？沒有1磅的重量會浪費在對地攻擊上，這不僅僅是一句口號，這是上世紀60年代末，在美國空軍那個焦慮而充滿火藥味的時代，麥克唐納、道格拉斯的設計團隊乃至整個五角大樓刻在心底的信條。越南叢林上空慘烈的教訓像鞭子一樣抽打着美国空軍的決策者。那是一個多用途戰機神話破滅的年代。原本設計用來發射導彈、兼顧多種任務的 F-4鬼怪，因為笨重和缺乏航炮，在视距內格鬥中屢屢被靈活機動的蘇制米格17和米格21咬住6點鐘方向。導彈不僅沒能取代狗鬥，反而在混亂的越戰空域中暴露了極高的不可靠性。五角大樓受夠了這種多而不精的妥協，他們迫切需要一種甚至有些極端的矫正。他們需要一架純粹的為獵殺而生的機器，一架能把所有那些曾經羞辱過他們的敵機全部掃除的空中王者。於是 F-15帶着這句近乎宗教狂熱的誓言橫空出世。它是那樣迅猛強悍，憑借着巨大的推重比和卓越的機動設計，在誕生後的幾十年裡，它在全球範圍內創下了104-0的驚人空戰戰績。它是毫無爭議的制空權守護神，是所有空優戰機難以逾越的黃金標杆。然而，如果你穿越時間來到2025年的今天，再去審視美國空軍的裝備採購清单，你會發現一個令人費解甚至看似荒謬的矛盾。這款傳奇空優戰機的最新繼任者 F-15EX， 它最大的賣點、最被看重的能力，竟然完全違背了那句開山立派的誓言。它不再僅僅是為了空戰，甚至可以說，它當下的首要任務已不再是空戰。EX 型的 F-15正被作為一款終極的炸彈卡車而推向前台。這是一架能以 2.5 馬赫速度衝刺、掛載近3萬磅彈藥的空中彈藥庫。究竟發生了什麼？這架發誓絕不攜帶對地武器的戰機是如何一步步背叛了自己的初衷，卻又意外成為了近40年來西方世界最不可或缺的縱深打擊平台？這背後究竟是技術的妥協，還是戰術的生還？要解開這個謎題，讀懂這場橫跨半個世紀的鐵衣蛻變，我們必須回到原點，去看看那顆對地攻擊的種子是如何被種下的。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空軍情報部門正被一種深不見底的恐懼所籠罩。蘇聯公開了一種令人望而生畏的新型戰機米格25胡佛。在模糊的侦察照片上，這架戰機擁有巨大的機翼和碩大的进氣道。北約分析師按照慣性思維推斷，如此巨大的机翼面積必定是為了在格鬥中獲得極高的升力和機動性。美國空軍以為他們面對的是一架既能飛到3馬赫，又能像輕型戰機一樣戰鬥的超級怪物。雖然後來我們知道那是為了高空高速截擊而特化的設計，但當時的恐慌是真實的。這種恐懼催生了著名的戰鬥機實驗計劃。為了壓制這個想象中的超級對手，美國空軍對麥道提出了極其苛刻的要求，極高的推重比以及极低的翼載荷。這也就是為什麼早期的 F-15沒有任何对地攻擊的設備，連一個用於投彈的掛架都沒有設計。它的每一盎司重量、每一平方英寸的蒙皮都是為了垂直機動和水平轉彎而服務的。正是這種對空戰性能極致甚至過剩的追求，卻意外地為這架戰機未來的命運埋下了伏筆。這就好比你為了參加 F1 而打造了一台擁有怪獸級發動機的超級底盤的賽車，當比賽規則改變，要求賽車必須拉貨時，你驚訝地發現這台賽車的底盤是如此堅固，動力是如此澎湃，它哪怕拖着幾噸重的貨物，跑得依然比所有的卡車都要快。F-15A 那碩大的608平方英尺机翼，原本是為了在高空稀薄空氣中做9个 G 的过载机動時提供足夠的升力，而在物理學上，能在劇烈機動中撐住幾倍於機身重量的升力，換個場景就意味着在平飛狀態下能掛載極重的靜態負荷。不僅如此，為了保證雙發布局在單發失效時的生存率， F-15採用了雙發寬間距布局。這種設計不僅提高了戰場生存能力，還在2台發動機之間和進氣道外側留下了極為寬闊的機腹和側面空間。在純空優構型下，這裡是大片平坦的機體表面，產生着升力體效應。而正是這塊當時看似多餘的機身面積，在10幾年後將成為 F-15命運轉折的關鍵點。
時間來到80年代初 ，F-15C 已經在藍天之上證明了它的統治力，但在低空，在泥泞的对地打擊領域，美國空軍卻面臨着嚴重的斷層。執行戰術核打擊和低空突防任務的 F-111土屯正在迅速老化，維護成本高昂，越戰老兵 F-4鬼怪更是到了必須退役的邊緣。與此同時，蘇聯在歐洲部署的裝甲集群和防空網絡正變得前所未有的強大，空軍急需一種新型飛機，能夠勝任一項極為危險的任務，不僅要在白天，還要在漆黑的夜間，甚至是在惡劣的气象條件下長時間貼地飛行，深入华約國家的腹地，去獵殺那些源源不斷湧向前線的坦克縱隊和遍布其中的飞毛腿導彈。這就是著名的增強型戰術戰鬥機計劃的由來。而在那場決定性的競標中，歷史差點走向了另一條截然不同的分支。最終額度決賽圈只剩下2個選手，一邊是 F-15的魔改版雙座的麥道 F-15E 打擊鷹，另一邊則是一個極其科幻、幾乎顛覆認知的對手——通用動力的 F-16XL。關於 F-16XL， 火力軍在之前的視頻中已經介紹過了。看過那期視頻的觀眾朋友，一定對 F-16XL 那優雅的曲柄劍形三角翼印象深刻。通過對 F-16 機身的加长和机翼的重新設計， F-16XL 在超音速巡航能力、低阻力以及瞬間盘旋能力上都要優於 F-15。它是更先進的机动設計，代表着更未來的方向。那麼，為什麼最後贏的是那個看起來更傳統的 F-15E？ 是美國空軍保守了嗎？並非如此，這不僅是一個關於氣動布局的選擇，更是一個關於戰場生存哲學和人的局限性的選擇。首先是冗余度。縱深打擊任務意味着要長時間暴露在敌方防空火力網中，在80年代的技術背景下，哪怕是最先进的戰機，深入蘇聯防區後，依然大概率會被打中。F-16XL 是單發戰機，一旦那唯一的一台發動機被防空導彈的彈片擊中，飛行員僅剩的選擇就是在敵後彈射，成為戰俘。而擁有雙發的 F-15E 在失去一台發動機後，依然有極大的概率依靠單发動力，踉踉蹌蹌卻堅定地把機組人員帶回家。對於一項自殺式任務來說，這種帶傷返航的能力比飛得更優雅重要得多。但最終的一錘定音來自於對人的考量。F-16XL 設計為單座，在自動化尚未普及的80年代，讓一名飛行員在離地僅60米的高度，以900公里的時速在漆黑的山谷中穿梭，同時還要操作複雜的对地雷達，辨別紅外圖像，管理電子對抗設備，還要時刻警惕敵機的偷襲。這已經超越了人類大腦能同時處理的信息極限。空軍意識到，我們需要第二個人，我們需要一名專職的武器系統官。而 F-15那天生寬敞的座艙、成熟的雙座型號，讓這種改造變得順理成章且成本低廉。而要讓 F-16XL 變成雙座，則需要對 F-16 的機身結構進行傷筋動骨的重新設計。在這場工程與成本的較量中 ，F-15E 贏了。但這絕不是簡單的 F-15C 掛炸彈。為了適應低空高密度的氣流衝擊，麥道公司對機體結構進行了高達60%的重新設計，這其實也相當於造了一架全新的飛機。起落架被加速強化，機身框架採用了更堅固的鈦合金，使其最大起飛重量飆升到了驚人的81000磅。這是一個什麼概念？這相當於2戰時期2架比27重型轟炸機的總量。如果說雙發重型機身是基礎，那麼讓 F-15E 徹底從空優戰機質變為炸彈卡車的神來之筆，無疑是保型油箱的應用。這是一個在戰機設計史上教科書級別的空間利用學案例。在傳統戰機上，如果你想飛得遠，就必須在機翼下掛載巨大的副油箱。但這些副油箱是所謂的寄生阻力支援，它不僅佔據了寶貴的掛點，還會大大增加飛行阻力，甚至限制戰機的機動過載。而且在激烈的空戰前，飛行員往往不得不拋棄這些油箱以恢復機動性。麥道的工程師們盯着 F-15那寬大的进气道外側發呆時，靈感來了：為什麼不把油箱貼在機身上？他們設計了像藤壶一樣緊貼進氣道外側流線型安裝的油箱組件，這種保型油箱與機身融為一體，極為巧妙。每個保型油箱可以容納約750加侖的燃油，這不僅讓 F-15E 獲得驚人的航程，更關鍵的是，經過精心的風洞測試，這些貼在機身上的油箱所產生的氣動阻力微乎其微，甚至在某些亞音速飛行包線內還能起到整流罩的作用來優化氣流。但保型油箱的魔法不止於裝油，工程師們把它們變成了某種多功能的外骨骼。他們在油箱表面布置了彈藥掛點，這就是 F-15E 能掛載如山般彈藥的秘密所在。傳統的機翼掛架受限於機翼強度，能掛的數量有限，而保型油箱直接貼合在堅固的主機身上，可以將重力均匀傳導。這讓 F-15E 通過所謂的切向掛架，可以在保型油箱的側面和底部密密麻麻地掛載數十枚馬克82蛇眼炸彈，
集束炸彈或者後來的捷達姆衛星制導炸彈。這種設計帶來了一個巨大的戰術優勢：滿載全能。一架掛着保型油箱的 F-15E 既可以攜帶數噸重的对地攻擊彈藥，同時還可以保留机翼下的主要掛點，用於掛載2個硕大的600加侖副油箱和4枚 AM-120中距空導彈，外加1間的 AM-9格鬥彈。它不需要像 F-16或 F-18那樣在帶油箱飛得遠和帶炸彈炸得狠之間做痛苦的2選1。F-15E 全都要，它既是轟炸機又是護航機。這種自衛轟炸的能力，讓它在深入敵後時不再需要專門的空優戰機護航，極大地簡化了任務編組的複雜性。軟件賦予了這具鋼鐵軀殼靈魂。F-15E 是世界上第一架完全圍繞低空導航與夜間紅外瞄準吊艙系統設計的戰機。通過這個吊艙，飛行員可以在完全漆黑的雨夜，僅憑儀表盤上投射的地形圖像，在離地60米的高度自動貼地飛行；而在後座，武器系統官則盯着高分辨率的紅外屏幕，用激光光點死死咬住那個偽裝在沙漠裡的坦克掩體。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動是 F-15E 的成年禮，也是他轉型的畢業考。那場戰爭的天空屬於2個主角。F-15C 正在輕鬆地獵殺伊拉克空軍的米格29，延續着他的不敗神話；而在低空的硝煙與油井大火中， F-15E 正在進行着另一種殘酷的狩獵。他們成為了飛毛腿導彈的克星，在廣袤的沙漠中搜尋着那些只敢在夜間機動的發射車。更著名的是坦克槍斃戰術，利用激光制導炸彈，像點名一樣，每晚精準摧毀數百輛被埋在沙漠裡的伊拉克坦克。這場戰爭證明了重型空優戰機一旦掌握了對地攻擊技能，其破壞力是毀滅性的。而這場實驗還驗證了 F-15E 另一項不為人知卻至關重要的核心優勢：尺寸、重量、功率與冷卻能力。現代空戰與其說是拼機動，不如說是拼電子設備。大功率的有源相控陣雷達、複雜的電子干擾吊艙、高精度的光電傳感器，這些都是吃電怪獸和發熱大戶。輕型戰機如 F-16，哪怕性能再強，機體內狹窄的空間已經無法容納更大的發電機和冷卻管道，限制了其升級潛力。而體型龐大的 F-15就像是一座移動發電站，它擁有巨大的機頭空間來容納大口徑雷達天線，擁有充裕的機體空間來安裝大功率電源和液冷系統，這使得 F-15E 總是能第一時間換裝美軍最新、最耗電，當然也是最強大的電子戰設備。這一優勢一直延續到了今天的 F-15EX 身上。現在，讓我們回到2025年，隱身戰機的神話已經持續了20年。按理說，像 F-15這種雷達反射面積像谷倉一樣大的第4代戰鬥機，早該進博物館了。為什麼美國空軍還要花巨資採購全新的 F-15EX？ 答案不僅在於成本，更在於物理學的局限。F-2和 F-35的隱身能力依賴於將所有武器塞進彈艙，這就好比出門旅行，你為了外表利索，只能帶1個登機箱，這決定了他們的載彈量極其有限。隱身狀態下的 F-35只能帶4枚導彈， F-2只能帶8枚。這種配置在戰爭爆發的第1周是完美的，利用隱身踢開敵國大門，摧毀敵方的防空雷達。但是當大門被踹開，當你面對的是成千上萬個地面目標，或者是為了維持戰區的長時間空中封鎖時，隱身機的小彈艙就成了致命的短板。這時候你需要一輛卡車，一輛能跟着跑車後面把整個軍火庫搬過來的重型卡車。F-15EX 就是這輛中級卡車，它不僅繼承了老 F-15E 的所有優點，更通過全新的數字化電傳飞控系統解除了氣动上的軟件限制，激活了之前型號上無法使用的最外側2個機翼掛架。這一改動诠釋了驚人的潛力。F-15EX 的理論載彈量達到了恐怖的29500磅。在空對空構型下，它可以掛載12枚 AM-120中距空導彈充當導彈卡車；在对地構型下，它就是一台戰術轟炸機。更具戰略意義的是 ，F-15EX 寬大的機腹中線掛點和高離地間隙，讓它成為了美軍目前唯一能夠掛載並在空中發射高超音速巡航導彈的戰術戰機。高超音速武器通常體積修長，重量巨大 ，F-2和 F-35的內置彈艙根本塞不進去，甚至連 F-16和 F-18掛載起來都非常吃力。只有 F-15EX 能像掛普通炸彈一樣，輕鬆掛載這些重達數噸的杀手鐧。這就構成了美軍設想的2030年代空戰途徑，由 F-35隱身潛出，充當無聲的偵察兵和傳感器節點，在敵方雷達探測範圍外編織捕捉網。一旦鎖定目標，通過數據鏈將坐標回傳給後方安全空域待命的 F-15EX。隨後 ，F-15EX 發射遠程高超音速武器或超遠程空導彈，實施隔山打牛式的超视距打擊。這就是不為對地而生的戰機在今日戰場的生存邏輯。因為它夠大、夠強、夠能掛，它能以此去完成那些精緻的隱身刺客們幹不了的髒活累活。
F15這半個世紀的傳奇蛻變究竟告訴了我們什麼？它告訴我們，戰術需求是流動的，而物理法則是永恆的。F15的設計師並沒有因為未堅守純空優的初衷而失敗，恰恰相反，他們因此打造了一个物理性能极致過剩的平台，而獲得了偉大的成功。當你造出一架推力大到能垂直爬升、機翼強到能硬扛9G過載、機體大到能塞進一切設備的飛機時，你就賦予了它無限的可能性。它就像一輛原本為了直線加速賽打造的重型肌肉車，即便後來你需要用它來拉貨，它只需稍加改裝，就能變成一輛跑得比所有貨車都快的超級皮卡，而且依然擁有秒殺普通轎車的加速能力。從純血獵鷹到泥濘中的坦克殺手，再到今天的高超音速武器發射平台， F15 證明了一個樸素的工程哲學：大力真的可以出奇蹟。如果你的平台足夠強大，你不僅能贏得當下的空戰，你還能順便定義未來40年的轟炸任務。這款誓言沒有一棒用於對地的戰機，最終卻成為了地球上最令人膽寒的對地攻擊機之一。這或許是航空史上最諷刺也最精彩的注腳。感謝您的觀看與思考。如果您也對這種軍事工程學背後的邏輯着迷，請點讚並訂閱本頻道。最後留給各位一個問題：展望2030年之後的印太天空，如果給你同等的預算，你會選擇組建一支全隱身的 F35機隊，還是更傾向於 F35與 F15EX 這種高低搭配、隱身與載彈互補的混合機隊？期待在評論區看到你精彩的分析。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劇透氣，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